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那今天呢，我们终于从东方来到了西方，来看看一些西方的疗愈工具是如何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那这一集我们先探讨塔罗牌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灵性工具。也许你对塔罗牌已经有所接触，甚至已经开始用它来寻找答案，但塔罗牌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它不仅仅是预测未来的工具，更是一面帮助我们探索自己的内心的镜子。那今天我们将探讨塔罗牌的起源，从它作为一种游戏如何演变为灵性探索的工具，还有它与卡巴拉生命之树的联系。这是一个犹太神秘学的象征系统，这也将成为我们深入西方灵性哲学美学话题的影子。塔罗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意大利，当时塔罗被称为 Tarocchi， 它最早并不是一种灵性工具，而是一种社交娱乐的纸牌游戏，尤其在贵族间是非常的流行。你可能会感到很惊讶，最初的塔罗与占卜完全没有关系，而且它更像是一种类似于我们现代的纸牌游戏而已。然而这些卡牌上的图像充满了象征性，许多图像与当时的宗教、神话和文化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到18世纪西方的神秘学开始兴起的时候，尤其是对一些古代智慧的重新发掘，就推动了塔罗的转型。在这些占星术、炼金术和犹太卡巴拉等古老神秘学逐渐融入塔罗的象征体系以后，这个时候塔罗就从简单的纸牌游戏逐步演变为灵性探索的工具。那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神秘学的兴起，塔罗牌就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法国的一个神秘学家艾利法斯·列维。列维不仅是一位深谙西方神秘学的学者，还是塔罗占卜的重要推广者。他就发现塔罗牌不仅仅是一种纸牌游戏，而是一个具有灵性象征的系统。列维将塔罗与犹太神秘主义中的卡巴拉生命之树相结合，认为塔罗牌可以描绘灵魂的成长与宇宙的奥秘。这一结合不仅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塔罗牌设计，也使塔罗成为灵性探索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和起源。那我们继续来探讨卡巴拉与塔罗。透过这样的对应，我们能够理解塔罗牌并非仅仅是一种预测的工具，而是一种自我觉知和灵魂成长的反应。塔罗牌当中的图像、符号和象征，都发现它和卡巴拉的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让我们通过灵性的旅程来了解自己。那接下来我们来深入探讨塔罗与卡巴拉之树的联系。首先呢，卡巴拉是一个古老的犹太神秘主义体系，它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探讨宇宙与灵魂的结构。而卡巴拉的生命之树则是一个象征性的图像，描述了灵魂是如何从物质层面逐渐提升到灵性层次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卡巴拉的生命之树，它包含了10个层次，这些层次被称为西弗罗，每一个西弗罗代表灵魂在不同阶段的成长和挑战。塔罗牌呢有22张大阿尔卡纳牌，与卡巴拉生命之树的10个西弗罗是相互对应的。这种对应系统呢，也揭示了塔罗牌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占卜工具，而更像是一个灵魂的旅程。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核心的观念，
生命之树描绘了从无，也就是神性，到有，也就是物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西佛罗之间的路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ath， 则代表我们在这个阶段间的成长与挑战。这些象征不仅与宇宙有关，也反映了我们的个人精神发展。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塔罗牌大阿尔卡纳牌里面的第一张牌0号牌愚者牌 The Fool， 它是塔罗中的第一张大阿尔卡纳牌，代表着无知无畏的开始。它与卡巴拉生命之树中的第一个西弗罗 Cather 凯特相呼应。这个阶段象征着灵魂刚刚诞生，充满了潜力与可能性。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新的开始的时候，常常带着一种那种兴奋又懵懂的心情，这其实就是愚者牌想要展现出来的能量。所以当我们看到其实每一张大阿尔卡纳牌都可以和卡巴拉生命之树的每一个西弗罗联系在一起，意义非常相近。他们从每一个阶段到每一个阶段之间的 path 也都可以相互联系，甚至到后面的这些小阿尔卡纳牌里面所对应的每组14张的牌，分别包含的权杖、圣杯、宝剑和金币，代表的不同的元素和生活领域。权杖对应火，圣杯对应水，宝剑对应风，钱币、金币对应土。这类型的结合都是可以直接对应到这个卡巴拉生命之树的每一个西弗罗上面的。所以从这个卡巴拉与塔罗的结合，可以让我们看到塔罗牌它其实不仅仅是用来解读未来和占卜的工具，更像是一种反映我们内心灵性成长的象征。每一次抽牌其实都是一次自我探索的过程，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潜意识。那除了神秘学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塔罗牌。20世纪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有提到的这个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就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概念。荣格认为塔罗牌中的象征其实是人体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它们与我们内心的世界可以产生共鸣。这些原型体现在我们的梦境、神话以及艺术作品当中，像塔罗牌中的一些图像其实就是这些原型的体现之一。所以当我们使用塔罗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与这些深层次的象征来对话。比如说死神牌表面上看起来象征着死亡，但是如果用荣格的解读的话，它可能会更像是一种变革和重生的象征，主要和我们解读者在当时的状态下我们的能量反应有关。所以这张牌也可以 kind of 去提醒我们，结束并不是悲伤的，有时候它反而是一种迈向新开始的必经之路。那荣格的理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塔罗牌为什么能够引导我们进行自我反思。因为塔罗牌完全是通过符号和图像来唤起我们内心潜藏的情感和思维的一种工具。这与心理学当中的认知行为疗法，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也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那我们之前就有说过，认知行为疗法其实是鼓励人们通过识别和挑战负面的自动想法来改变他们的情绪和行为。那塔罗牌这种符号化的图像呢，就可以帮助使用者在潜在的情感和无意识的念头当中带入我们意识的层面。当我们通过塔罗牌来解读一些生活中的困惑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自我对话。这种过程呢，就可以启发我们大脑中的认知重组，来改变我们对问题的看法，进而缓解心理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占卜的过程，用塔罗来进行占卜的过程，更像是和我们自己的大脑重新对话，重新重组我们的认知，面对我们现在眼前可以看到的直接的挑战，
们通过重组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心态。那我们再简单的来讨论一下塔罗的演变。当我们谈到塔罗牌的演变的时候，它在几个世纪中演化出了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和风格。有很多占卜喜欢塔罗的占卜者，甚至就是爱好者，都非常喜欢收集一些塔罗的卡牌。因为每一个画家、每一个占卜师、每一个设计师、每一个版本都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与哲学理念，和每一个艺术家他对我们心境成长、能量成长的不同的理解。这也使得塔罗不仅仅是这个占卜的工具，更是一个跨越艺术、神秘学和哲学的多层次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塔罗牌的设计风格不断的演变，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版本。那现在最著名的塔罗牌之一呢，就是这个韦特史密斯塔罗 Rider-Waite Tarot， 由亚瑟·爱德华·韦特所设计，并由艺术家帕梅拉·科尔梅史密斯所绘制。这套牌的图像设计充满了故事性，特别是在小阿尔卡纳牌上，细节丰富且具有象征的意义，这让它成为现代塔罗的标准版本。另一套备受推崇的塔罗呢，是透特塔罗，是由著名的英国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所设计的。这套牌的图像呢，融合了神秘学、炼金术和占星学的元素，深受一些灵性探索者的青睐。克劳利将塔罗牌视为灵魂与宇宙沟通的工具，每一张牌都蕴含着复杂的象征意义。克劳利也强调，透特塔罗的每一张牌都是一个心灵和宇宙的缩影，能够反映出使用者的内在变化。这套牌的艺术风格更加抽象和充满神秘符号，与韦特史密斯塔罗的具体情境相比，它更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此外，还有雷诺曼塔罗，这是一种更加简洁和直接的占卜系统，由19世纪的法国占卜师玛丽安妮·雷诺曼所创立。雷诺曼塔罗的符号设计简单易懂，适合那些寻求实用、直接预测的人。它的简洁性和精准性使它在法国和欧洲广泛流行。雷诺曼系统使用36张牌，与传统的塔罗的78张相比，它就少了非常多。但是每一张牌呢，都非常的清晰，而且有非常具体的象征意义。比如说蛇就代表了谎言和阴谋，花束就代表着幸福和快乐。这种非常简单的符号，让雷诺曼塔罗在19世纪的法国社会当中非常的受欢迎。那除此之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塔罗牌的风格和设计也越来越多样化。许多现代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灵感，创作了许多独特的塔罗牌版本。比如说金色历程塔罗融合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透过一些复古的艺术风格重新赋予塔罗神秘的象征意义。或者是野性未知塔罗，又是一套充满自然意义的牌，通过简单的线条和大自然的力量来表达现代人的心灵渴望。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单纯从绘画艺术的层面去观赏一下这些塔罗卡牌，他们想要表示的这些视觉呈现，其实你也可以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心灵的治愈。那如果从科学的层面来理解塔罗牌的话，近年来也有许多灵性工具的运作方式被尝试用量子力学的理论来进行关联。像是量子力学中就有一个概念被称为观察者效应，即观察者的行为会影响实验结果的表现。这个在量子力学非常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当中多次被提到。有些研究者呢会将这一理论与塔罗占卜进行比较，认为塔罗占卜的过程
其实就是抽牌者的意识与能量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会影响到结果。同样，量子力学当中的一个非定域性的概念，强调一切物质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也有助于解释塔罗等灵性工具为什么能够捕捉当下人物相对应的能量或状态。这并不是说塔罗牌它就有所谓的魔法，而是它可能在一个微观的量子层面与抽牌者的潜意识和情感相互交织，才让我们看到了眼前我们抽牌的这个结果。那神经科学的发展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塔罗等工具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作用的。当人们进行塔罗解读的时候，这一过程就激活了大脑中的符号解读系统。符号和象征的解读对大脑的思维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就是更多在我们右脑的部分，以图像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思维。它能帮助我们处理复杂的情感和人生课题。塔罗牌当中的强烈视觉图像，比如说这种死神啊、愚者啊，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图像视觉图像，可以激发我们大脑中的联想，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进行情感上的转化。这也与生物学当中的自我调节机制很相似。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在面对压力或者焦虑的时候，透过反思和象征系统，可以找到心理的平衡。而塔罗牌不仅仅是象征系统，它更是一个引发我们进行自我探索的工具，帮助我们激活内在的情感调节机制。那我们来看看塔罗在现代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塔罗牌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样化。如今，很多人不仅仅将塔罗作为占卜未来的工具，而是用它来进行内心的反思和探索。塔罗牌能帮助我们揭示内心的潜意识，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尚未解决的情感或心理问题。所以塔罗牌在现代文化当中的应用也不仅仅局限于灵性圈子，它越来越多的去融入一些流行文化，成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从20世纪以来，许多艺术家和哲学家都对塔罗系统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解释。塔罗牌本身也开始渗透到一些电影、音乐、文学等不同领域，成为文化背景中的一个深刻象征体系。比如说电影《潘神的迷宫》这类的作品，就运用塔罗牌中的象征主题来讲述现代的故事，使得塔罗的哲学意味变得更加的丰富。那现代塔罗的多样性也反映当代人对不同灵性体系的探索，许多人寻找与自然生命更深的联系。这些塔罗牌不仅仅是联系灵性的工具，而更加成为我们生活美学与哲学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们如何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停下来，反思我们选择与内心世界。好了，今天我们探讨了塔罗牌的起源与卡巴拉生命之树的联系，以及它在现代生活当中的一些应用。无论是塔罗还是卡巴拉，它们都不仅仅是一种占卜的工具，而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生活的灵性工具。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可以帮助你对塔罗有一些新的理解，或者是一些生活当中象征性的一些图案，下次你看到它们的时候，或许可以再更深入的理解它们。你的大脑在思考这些象征的视觉图案的过程当中，也许也可以让你的内心更加平静，达到一个新的平衡。那也期待你在生活当中来尝试使用不同的泡文化来进行自我反思。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别忘了订阅极静之美，我们还会继续探讨更多关于生活的美学和哲学的主题，也希望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与经历。那期待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咯，拜拜。